妈妈，我们就是换个病房啊，不害怕的。来，妈妈，给你穿鞋啊，小心啊。来，妈妈，签好了吗？不是你，怎么哭了？就是雨太强，太想回去。走，妈妈。不是，你这都掉眼泪了，那你到临床岂不得天天哭死？别在这哭，跟我来吧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医生，东西我一会儿来拿。我帮你。哎，谢谢你啊。来，小静，我送一下啊。哦，不回家。这边。小医生，你这回抢救于爱珠，可被表扬了吧？我们也出了不少力的，这不请客吃个饭？让你出来。于爱珠转成新麦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所以你当时到底是怎么跟家属沟通出院的？胡伟平当时说了不做手术，要保守治疗，态度很明确。而且我因为这个事情，我还专门去找他们父子俩沟通了一遍，他爸也是这么说的。他们不知道怎么就变了。对不起，主任，是我没处理好，害您和林主任吵架了。不是你的错。我以后一定会再谨慎一些。行啊，让小叶来办公室找我一趟。好。第一阶段综合考核，医生们对你的评价都很不错，他们夸你业务能力强，说你聪明，学得快。但是病人跟家属的满意调查，对你就有些不太好的反馈，说你比较冷漠，说话硬邦邦的。我就这样的性格，不爱笑，不笑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人觉得我是拉着个脸。当然，也不是非要求你一定要微笑服务，但是面对病人，语气软一点，态度亲切一点，总是比较好的。行，我以后注意。最后，护士们对你也不是很满意，你的综合分数并不高。我是医生，护士凭什么给我打分？小叶，你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。咱们心脏中心一直都非常重视医护协作，一个经验丰富的护士是能够顶得上一个成熟医生用的。年轻医生刚到临床的时候，很多实战技能也都是向护士老师身上学的。你要记住，一定要尊重护士，多向他们请教学习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我先走了，主任。回来啦！啊，正好饭菜都热好了。小瑞呢？屋里呢。小瑞，小瑞，小瑞，玩游戏呢。我觉得小瑞最近有点反常，多留意一点。还好吧，青春期有点情绪波动很正常。是吗？可是上周 Family Day 他就不出门，你有空多带他出去溜达溜达，总憋在家里不行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我走了。少吃甜的，多喝开水，对胃好。你帮我想想，该带你儿子去哪儿呢？
盛主任，欧阳姐，那我先走了。林医生，辛苦你了，再会。辛苦了。盛主任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年轻持重，是个人才。行，那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了。你就这么确定我那么想用他？盛主任，您想开展瓣膜业务，就需要自己的超声人才。这个田小虎在3年前就获得了全省超声技术比赛的冠军，而且对心脑血管研究得很深，正是您需要的。这样的人才我也被埋没的。他技术上绝对够硬，但是年资不够高，而且做人有些迂，不太合群儿。但是我想，对于盛主任您这样心胸宽广、识人善用的人来讲，这些人才的小毛病根本就不是大问题。只是个超声医生，这份投名状分量不够。我明白，但您放心，只要您开口，以后不管是什么问题，医疗器械或者是人脉资源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我一定办到。先谈下田小虎再说吧。没问题。不知道盛主任您方不方便跟我们老板接个电话。喂，爸。啊，在搬家呢，搬得怎么样？我这星期太忙了。这样吧，我有空就过去。哟，当心点，里面是瓷器，要轻拿轻放。来来来，我帮你。哇，这里边装的是黄金吗？这么重？都是书，我们家可是书香门第。您休息一下，阿姨，我们马上搬来。好，这书香门第，盛主任堂堂大主任，就不能找个专业的搬家公司吗？总拿我们乙方当免费的长工使唤。哎，你不懂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享受的呀就是免费使唤的过程。你们这么想，多少个人争着抢着的想给盛主任出力呢？他让咱们卖力，说明咱还有点硬价值，是不是？姐，你这心态好。喂，盛主任。啊，这就快搬完了。您现在要吗？好，我这就给您送过去。盛主任让我送的 ，SPD 走运急了。好好，给我吧。可以了，辛苦了。于爱珠的病历我看了，确实正中开胸和胸腔镜都难以耐受，我考虑应该筋骨塌比。您要在我们心外给他做介入啊？瓣膜介入对他来说更友好。是，但他的身体基础状况就很差。那如果要做介入，赵峰早就给他做了。也没那么绝对，可以试试看嘛。毕竟你把他转过来，就想让他得到更好的治疗。反正以上我是有把握的。盛主任，哎，欧阳经理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林毅林主任，这是麦安培的欧阳经理，你们见过吧？林主任久仰了。主任，我觉得风险还是太高了。不着急，我们再考虑考虑。行，那我先走。欧阳经理，谢谢啊，临时缺个耗材，幸亏你及时送过来。这是我分内的事儿，您客气了。请进。找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我就是想着来都来了，就过来跟您打声招呼。也是巧了，刚才听到您跟林主任聊，说有一个病人身体基础不好，筋骨胎位有风险。那您有没有考虑用经心尖入呢？经心尖胎位现在有一款很不错的产品，自带定位件的，可以降低手术难度，提高手术成功率。这款产品我听说过，也是你们代理的。是，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，林主任那边我也可以跟他说说，好好介绍一下我们这款产品，都是为病人好嘛。你去跟林主任说，你跟他又不熟。对，是不熟，但对他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，厚着脸皮去说呗，试试。哎，林主任，我是麦安培的欧阳达，刚才我知道你是谁。您这周末有时间吗？
哥哥现在身份不一样了，要守好边界，我也帮你守好边界。还有你啊，我想邀请您参加一个活动。什么活动？我是有边界的。哦，我知道您有边界，别误会，跟我们公司没关系。我其实早就有这个打算，只是我们没有正式认识，我也确实不太好意思。您看一下，高点。幻友之家。这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你不觉得这儿混过我很奇怪吗？这不奇怪，多热闹！你看看，抱团取暖，跟抱团比惨还差不多。哎呀，哎呀，来都来了，你不能老是在家待着呀。怎么不进去啊，林主任？这就是小瑞吧？你好。这个是，这怎么介绍呢？志愿者，是的，志愿者。进去吧，别不好意思。来，都来了，来，走。这边请啊。真没想到，你还会在这种地方当志愿者。我空的时候都会到这儿来做志愿者，就当是给自己攒个人品。这地方还弄得挺好，我都不知道有这种地方。你日理万机的，没发现这地方也很正常。妈妈，哎，怎么啦？我能吃这个苹果泥吗？你今天都喝牛奶了，你要实在想喝的话，就吃这1小勺，行吗？行。妈妈给你介绍啊，叫林叔叔，小瑞哥哥。林叔叔好，小瑞哥哥好。嗨，我儿子森林。儿子，那个小瑞哥哥今天第一次来，他有点害羞，你帮妈妈照顾好他，让他喜欢上这儿，能完成任务吗？真棒，去吧。哥哥，我们去做染条手工好吗？那个小弟弟，我不太会啊，不太会做这个。好，小瑞哥哥做手工可厉害了，去玩一会儿，玩一会儿。你看小朋友多可爱。哎，麻烦你帮我看着他呀，只能是1勺啊。哎，森林怎么也戴着手环？限制性心肌病，已经有性功能不全的症状。咱们那边走走。他知道吗？谁？朱晓峰啊。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有刻意隐瞒过他，但也没有特意的去跟他说过这件事情。他知不知道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对我来说也不重要。所以朱晓峰跟你说了我们俩的关系？啊，说过。方医生也知道了。那我都知道，小人当然知道了。那他一定跟你们说，要跟我保持距离，防着我点儿。那，这个是你。这个是我。那这个就是你了。这个有点丑哎。我觉得挺帅的。我来给他们颁发小奖章。哥哥，你今天住过几次院？2次。那就给你颁2个小奖章吧。我妈妈说，每住院出院1次，就是打败疾病小恶魔1次。表扬你哦，你真棒。我也要给我自己颁奖。1、2、3。小瑞好像情绪不高啊。哎，他最近情绪有点起伏，老喜欢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所以我就想着带他来这儿转转。
我觉得像这种病友俱乐部，他应该多参加一些，不管是跟同龄人或者是小孩多交流，对他都是有好处的。他现在年纪越来越大，主意也越来越大，很多时候我说话他都不听。我可以试着说服他，他要是答应我了，你也可以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他。我之前在盛主任办公室听你们聊到那个主辖的老人家，确定做不了筋骨胎位吗？喝水。谢谢。风险很大。那经心间胎位呢？肋间开小切口，经心间入路，我们也有带定位键的产品。现在不是手术方案的问题，而是患者家属接受治疗的积极性不高。家属的想法也好理解，与其冒着风险做手术，还不如就保守治疗吧。可是病人自己很难受，不是吗？保守治疗的作用是有限的。其实越是这样年纪的老人家，他越是想活下去。这种强烈的欲望不比年轻人差，因为活着是众生本能。香，下吧，香，下吧啊！好了，今天不写了，哎，现在不写了啊。不，你啊，哎呦，你现在本事大嘞！好，来当心一点啊，慢一点啊，好。好，吃得慢一点，吃得慢一点。人们常说蝼蚁尚且谈生，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，是天生不足还是后天疾病，再残破的生命也有活下去的权利。林主任，你或许觉得我今天带你来这儿是在卖惨，我也不否认。但是请你相信，我一来是想给小瑞介绍这个患有之家，二来也是想让你看到，我和你一样，都是照顾长病人的家属，这其中的艰辛，我们都太能理解，也太希望能为他们争取哪怕一丝的转机。门诊医生辱骂患者家属，态度恶劣，语言粗鲁，甚至还想动手打人。这家属犯了什么天条，把我们林主任气成这样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心功能都挺好的，可以拔牙，对心脏没影响。其实啊，牙没什么问题。没问题，为什么要拔？人老了，是我们那儿的风俗。这个老人吧，这牙太好，就对子女不利。对啊，老一辈啊，过了70还满口好牙，一个还不掉，也希我们子女阳寿啊，也防后代财运的。所以说我带我爸来啊，象征性的拔2个牙意思意思。你们真够搞笑的！老先生身体好，牙口好是子女的福气，怎么会访财运呢？还吸阳寿？我看要看病的是你们3个，你们应该去隔壁精神科看看，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你怎么说话的？我老爸自个儿乐意，关你屁事啊！今天我要你一句话，我爸现在的心脏影不影响拔牙？刚才不影响，现在有影响，这是我说的。我是医生，听我的。我要是投诉你，他这完全是夸张，他瞎说。哪有子女嫌父母牙口太好来看病的？投诉我，我也投诉他呢。医务处跟我说了，那家属确实不怎么样，但是你也用不着那么激动啊！你看人家口腔科多会转环。不想拔这个牙，也不明的拒绝，打个太极就把病人推到心脏科了。我不喜欢打太极，没意思。你这暴脾气，估计都传遍全院各科了吧？不用估计，早就传遍了。行了，这事我来处理，你不用管了。那我什么都不用写，不用弄吗？不用。对了，欧阳达是不是找过你？对，在一个活动上。他说他那儿有一个瓣膜的厂家想资助于爱珠做一个经心间的TAVI手术，他们也告诉我了，而且他们联络到了愿意接收于爱珠的养老院。这么好，企业嘛，还是有一定的社会资源的，
他们想做些好事，我们应该尊重。那肯定啊，家属没了后顾之忧，接受手术的意愿也会提高，肯定是好事儿。金星间塌比你是做过的吧？我在外院做过几例。如果病人的家属同意做这个手术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之前做的都是很简单的。于阿姨的病情很复杂，我们团队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。我再给你配个超声高手呢，你是不是可以就放心大胆去做了？那得看您给我配的高手有多高啊！我考察过了，这个人年纪不大，但技术过硬，你用过就知道。还是算了吧。我们问家属的意愿。没什么问题啊。是这样，瓣膜产品那边我们已经确认好了，不收咱们的钱。另外啊，手术中产生的费用大部分都可以走医保，这一下真省不少钱。真的谢谢你们了啊！还有这个养老院，我们也去打听过了，真的很好的。我一个老同事住这里，之前就想让妈妈住进去了，那实在是太抢手了，排队也排不到的。现在能进去吗？太好了，能进。产品公司那边把位置都给你们留好了。行，好，谢谢。那林主任，手术的事就拜托您了。刚才刘医生跟你们说的，还有什么需要再确认一下吗？没有了，都能交在您手里面，太放心了。好，那没什么问题，就麻烦您在这儿签个字。哎，这儿写上您的名字。好。好，那就不打扰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主任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这是咱心外第一台瓣膜介入手术，要不要把周主任请来？咱们能稳妥点。行啊，你去问问他时间。好。你还真去啊？多不相信我！你问谁都得问他呀。他都是让人出院的人了。明白，主任。你说他们还去投诉林主任，那真好意思。动动手指头的事情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不过那天真的林主任可霸气了，对着对方眼睛都睁不开，对方家属还想动手呢，林主任直接一站起来，对方直接怂了。要我们林主任这叫什么？文武双全。他骂人你还夸他，自己挨骂的时候忘了。我平时是被林主任骂得挺狠的，但我现在心里平衡多了，他至少骂我没这么狠。所以说他不是针对我，他只是鄙视所有的凡人。他这种门诊风格你最好别学，你既没有他的天才特权，又没有他的身高武力值，学废了吃亏的是自己啊。武力值还是有的吧？OK， 搞定。你这么快就写完了？出院小结又不是论文，简单写几句就行。我劝你别简单写，到时候又挨骂。8页纸应该够了吧？哎，算了，不管了。上台去！今天又是为了守护人类心脏而奋斗的日子，为了患者的笑容和健康，全力以赴吧！加油！主任，有什么可以帮你吗？有，帮我离手术台远一点。林毅，这是田小虎，超声医生盛主任介绍过来的。辛苦。潘茂，患者于爱珠，69岁，住院号2062-798，患者主动脉瓣重度狭窄，实行经心间塌鼻。25号瓣膜被涂，体外循环 standby， 麻醉深度防躁动。患者本身就有糖尿病，术中注意容量和血压控制。没问题。我们开始。川子。主任，
主任。没事吧？导丝滑到左房了。林主任，您把鞘管方向指向右侧肩膀，导丝才会向左心室流出道走。坐一下，站太久，坐一下，坐一下。郭熙的家属在吗？在的，在的。儿子，快点，刷5千字。到位，180起搏。180起搏，成功。求过。撤回，停起搏。停起搏。左侧冠状动脉没有弦影，冠脉开口被堵住了。病人的冠脉口比术前预计要低呀，要不要请心内的人过来进行冠脉保护？不用，这款静心间产品有自己的设计，患者自身的半叶和冠脉开口之间有定位键保护。林主任放心，我来协助你。主动脉瓣反流明显加重，左室收缩乏力，血压也有点低呀，是反流引起的，需要尽快植入瓣膜。天明，用药物稳住血压。好的。中和泵。输送器可以稍微顺时针旋转一点点。定位键进入到主动脉窦底，准备释放瓣膜。瓣膜位置过深，拉输送器的手力道可以稍微小一些。流动，哎。深度 OK。瓣膜贴壁良好，无瓣周漏，微量中央性反流，跨瓣压差10。血压良好。恭喜啊，盛主任。也谢谢你。应该的。稿报交给你。好，主任。祝贺你，小乌龟
又赢了一次。于爱珠手术顺利。欧阳，魏老板，这么晚了，怎么没回家呀？我刚跟完台，回来加个班。那边手术做怎么样？百闻不如一见。林毅这个天才的名头啊，真的是名不虚传。他自己说了，介入做的不多，尤其是经心腱入路。在台上我看他的动作确实是有一点生疏，但是反应非常快，沉着冷静，稍微给一点指引，指哪打哪。这一台手术下来，我觉得他就已经熟练了。这种学习能力真的太神了。我之前还纳闷呢，像这种高龄、危重，还有一堆基础病的病人啊，那都是典型的烫手山芋，盛年居然肯收，我还以为他良心发现呢。闹了半天，是他手里有林毅这种高级武器，他心里有底啊。都不是高级武器，是核武器。不管怎么说，东丽心外科这次能够开展经心间塌位，你是功不可没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是看准了盛年他想要开展瓣膜业务的决心，刚好他们说了于爱珠，于爱珠又刚好符合手术指征，需要咱们的产品，那我就顺势而为呗。刚才啊，我跟客户吃饭的时候，盛年给我打电话，能够让盛主任开口为你求情，有两把刷子，回头别忘了谢谢人家。好。不管怎么说啊，东丽心外科这把你是拿稳了，以后不管是经心间还是胫骨胎位，心外都可以大规模的开展起来。瓣膜造福病人，咱们也跟着开拓业务。行，老板说的对，都听你的。还有，既然这心外形势一片大好，那心内那边你就踏踏实实交给齐强他们吧。别呀，老板，这交接期限不是还有几天呢吗？你再等等我。说话得算数吧。行吧，我先走了，你也别太晚啊。好，老板，明天见啊。拜拜。他怎么样？手术很顺利，但是后半夜开始谵妄，被害妄想疾性加剧，一直说有人要害他。定向力也差，分不清白天和晚上。给他上了保护性约束和镇静之后，算是稳住了。放心，我会盯紧的。我先走了。他比做的不错。
我今天一早去 GICU 看到于爱珠也顺利拔管了。昨天晚上就拔了，恢复的还挺顺利。怎么样，田医生还可以吧？可是可以，太厉害了，在台上非常稳健。一个成熟的超声医生对一台TAVI手术非常重要。我在想，之后把田医生调到我们科里来，以后就专门和你搭台同组。那太好了。那欧阳达呢？怎么样？专业还行吧，就是在台上话太多。不过我是第一次发现，原来产品的工作人员对一台手术那么重要。他确实比一般的销售专业，还额外考了证，等于兼了产品技术支持了。如果说一个主刀医生是赛车手，那产品技术人员就是领航员。一个好的领航员可以让赛车手如虎添翼。一个好的领航员更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候不该说话。那天看了手术，我有个想法，由你牵头组建一个瓣膜病一站式诊疗平台，也就是说，病人是开胸手术还是微创介入，在我们这里可以根据病情精准的选择术式，一站式解决。我不太行吗？又不是你一个人干，还有田小虎、欧阳达，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请外援。是，这些我都不担心，但于阿姨这次这是个特殊情况。就是因为这个特殊情况，让我觉得，作为一个优秀的心外科医生，再复杂的介入操作，只要他愿意，都不是难事儿。再说你的考核也过了，证书也有了。主任，在我们医院微创介入之前都是心内那边在做，我怕我们大张从来没有哪条规定说介入只能心内科来做。现在内科外科化、外科微创化，这是个大趋势。我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带领我们的科室赶超这个趋势。你和我要一起努力。这事不着急，我们都能好好想想。西床是那个经心间塔位的病人吗？是。恢复的不好吗？哦，没有，手术过程都很顺利，当天晚上就拔管了。但这个病人年纪比较大，之前还小中风过，又有阿尔茨海默病，所以就是想在 GICU 再待一待，观察观察。今天一早情况好多了，应该没有进一步的脑损伤。这个手术的所有的影像资料我是看过的，我觉得林毅的手术做的还是很漂亮。在这么高难度的情况下，能够顺利的完成经心间的塔位手术是非常难得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是我们东丽心外科独立开展瓣膜介入的第一次，对吧？是的。你带了个好头啊！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王院教的好，说的好不如做的好。哎，把这个病例啊好好总结一下，把相关资料给到宣传部，让他们好好做一下推广。好的，会后就安排人去办。好，继续交班。赵主任，盛主任，周主任，不好意思啊，之前一直没顾上。怎么？于爱珠是从你们心内科转过来的，之前手术太忙，也没来得及和你打声招呼，是我们工作的失职。没事，林毅第一时间就告诉我。那就好。之前听说林毅因为于爱珠的事情和你起了摩擦，我不希望这事儿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。那倒不会，盛主任多虑了。还有什么别的指教吗？周主任，你之前说过，想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。我也是。
于爱珠这台塔比，超生医生是谁？6院的田小虎，一个脸圆圆的，我以前开会的时候碰到过他，看着不是特别起眼，技术还真可以。谁找来的？欧阳达。欧阳达把他引荐给了盛主任，盛主任又亲自出面借调。主任，我听说盛主任要把他招来东丽，而且他们心外同时还多申请了一间新超室。那盛主任这一系列操作，很明显就是要在瓣膜业务发力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不就没我们心内什么事儿了吗？科室之间有这种业务交叉，在所难免。不管我们愿不愿意，都不可能杜绝。而且技术是有门槛的，又不是谁都能做好。整个心外只有林毅有这种水平。但我就觉得于爱珠她本来就是我们心内的病人，他们心外抢去做塔比都没知会咱们医生。所以到底为什么家属突然愿意手术了，而且还是静心间塔比？这我问刘栋了，是欧阳达。多少次抉择，不过是在兑现一场梦。当初的执着，像一首还没唱完的歌。我回来看看世界，还有多少善恶在焦灼。你在哪儿，我就知道风雨只是经过。栀子的心跳从来不曾示弱，一双双手缝合在破碎的心河。那数过的伤口，触摸过的黑暗，还是我们哭过去时就要微笑着。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棱角留在最后顽固的紧握。你光划破黑夜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治愈我。最怕的不是路太远，是忘了为何活。栀子的心跳从来没有如果，一双双手缝合在坠落的花火，用全力去拼搏，才听懂那脉搏。还是我们颠簸，去使命运都开阔。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拥抱留到最后，烟不燃成垢。世界再多路口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并肩走。新的故事要说。